董卓进京后是如何掌控朝堂，并立刘协为帝的？袁绍统领的18路讨董联军都有哪些人？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汉献帝刘协登基及18路诸侯讨董卓。189年8月28，董卓跟随皇帝和大臣们进入了洛阳城。他此次前来只带了3千骑兵，和他一起被何进召来的还有丁原等人，也都带着兵马。所以，董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尽快增长自己的实力。他为了迷惑众人，每隔几天就让士兵们趁夜出城，第二天早上战鼓雷动，再浩浩荡荡地进城。连续几次，大家都以为他属下已经有了上万人，就没人敢对他轻举妄动了。由于何进和何苗被杀，他们的军队无人统领，也归顺了董卓。接着，他便把目标放在了丁原的身上。丁原是并州刺史、骑都尉，他也是接到何进的命令后，从河内郡率军赶到洛阳的。他属下有一名主簿，名叫吕布。吕布字奉先，五原郡九原人，即今天内蒙古包头市人。由于他骁勇善战，弓马娴熟，被丁原任命为主簿。董卓发现吕布不仅是一员猛将，而且心怀大志，不甘屈人之下。于是他秘密联系吕布，并承诺只要能杀了丁原，就拜他为骑都尉。吕布在利益的诱惑之下，毫不犹豫地就斩杀了与他有恩的丁原，并率领丁原的部下投靠了董卓。董卓非常高兴，与他结为父子，并拜他为骑都尉。不久后提拔为中郎将，封都亭侯。至此，董卓手握重兵，洛阳城里再也没有了他的对手。接着，他邀请袁绍和他商议废掉刘辩，另立刘协的事宜。可袁绍不同意，他表示皇帝刘辩正当少年，而且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，就这样毫无理由的废嫡立庶，怎么能够服众呢？董卓听后大怒，对袁绍大吼道：“你们不同意有个屁用，我就要这么干，谁要是不服，我就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刀到底利不利。”袁绍这才发现他请来的竟是一匹恶狼，而且已经控制不住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还是赶紧跑吧。于是袁绍离开洛阳，逃到了冀州的渤海郡。接着袁术和曹操也先后离开了洛阳。董卓虽然对袁绍不满，但还是非常忌惮他43公的声望和地位，所以他不仅不敢过度的为难袁绍，还派人拜袁绍为渤海郡守，袁术为后将军，曹操为骁骑校尉。8月30日，董卓在朝会上公开提出了废立之事，并以霍光为例，自比田延年，谁敢反对他另立皇帝，就立即处死。满朝文武都沉默不语，不敢反对，只有尚书卢植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，竟然把董卓顶撞得哑口无言，气得他只能散朝。既然卢植敢挡路，那就只能让他尽快的消失了。于是董卓便准备找机会逮捕卢植。蔡邕等人得知后，连忙去向董卓求情，这才保住了卢植。可卢植也无法继续留在洛阳城了，只能弃官而走。蔡邕是东汉的文学家和书法家，他才华横溢，不仅精通音律，还通经史，善辞赋，工于书法。他所开创的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他的女儿便是东汉大名鼎鼎的才女蔡文姬。卢植走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反对董卓了。于是9月1日，在尚书丁公的主持下，太傅袁伟将刘辩服下御座，解下玉玺和印绶，转交给刘协。刘协正式登基称帝，即汉献帝。汉献帝年仅9岁，本该由何太后继续垂帘听政的，但董卓让尚书宣布了何太后的诸多罪证，将他迁入了永安宫。2天后，董卓派人给他送去毒酒，何太后被毒身亡。从此朝政便由董卓一人把持。9月末，他选拔了大量的名士，让他们去担任太守等要职，包括韩馥、刘岱、孔宙、张咨、孔融、殷绍、张邈等人。而这些人日后大多都成为了讨伐董卓的中坚力量。10月3日，他趁何太后遗体下葬的时候，派人开启汉灵帝刘弘的陵墓，偷取了大量的珍宝和陪葬品。11月1日，董卓自拜为相国，并享有入朝不趋、见履上殿的特权。相国这个官职，汉朝已经有几百年不用了。当初汉高祖刘邦立国时，拜萧何为相国，并特许他入朝不趋、
剑履上殿。意思就是他上殿的时候不用脱鞋，也不用弯腰小跑，而且可以佩戴宝剑上朝。萧何之后，相国分别是曹参和吕产。吕产死后，汉朝就不再设有相国，相国的权力也逐渐被缩减和分化了。所以董卓觉得朝廷现有的官职没有一个能匹配他，于是就启用了汉初的相国之职。至此，董卓便开启了他权势滔天的专权之路。他性格残暴，好用刑法，还放纵士兵在洛阳城里大肆劫掠，奸淫妇女，致使天下共愤。东郡太守乔瑁伪造了三公的文书，散发到各州郡，陈述董卓的罪行，呼吁各地起兵反董，恢复刘辩的地位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把此事写给了曹操，实际上是乔瑁。这时董卓发现留着刘辩只会让各州郡有所企图，于是便派人毒杀了刘辩。可是此举不仅没能让各州郡收兵，反而激起了更加剧烈的抵抗浪潮。190年，关东各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，起兵讨伐董卓，这便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18路诸侯讨董卓。当然，这与正史里的记载并不相同。《三国志》里记载的只有11路诸侯，他们分别是渤海太守袁绍、冀州牧韩馥、及北相鲍信、东郡太守乔瑁、山阳太守袁仪、兖州刺史刘岱、豫州刺史孔宙、陈留太守张邈、骁骑校尉曹操、南阳太守袁术以及河内太守王匡。《后汉书》里增加了2个，分别是长沙太守孙坚和广陵太守张超。而没有参加的5路，则分别是右北平太守公孙瓒，他此时正在对付乌桓和鲜卑，所以没有前来参加；北海相孔融正在对付再次兴起的黄巾军，也没有前来。徐州刺史陶谦则极力地讨好董卓，刚刚才得到了董卓的封赏，所以也不可能参加。至于张邈，他此时仅有一支数千人的军队，还算不上一方诸侯。凉州刺史马腾此时还是董卓的盟友，也不可能参加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描写了很多刘关张的重头戏，包括关羽温酒斩华雄等，但这些在正史里也没有记载。参加会盟的大军兵分3路前往洛阳，其中兖州和豫州的兵马在酸枣会合，即今天河南省延津县以北15里；冀州的兵马驻守在河内郡，荆州的兵马则驻守在鲁阳，即今天河南省鲁山县。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反抗，董卓意识到洛阳城可能是守不住了，于是便有了迁都长安的想法。他计划先派一个得力的人，将洛阳的百姓以及官员都迁往长安，他自己则率军镇守洛阳，等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前往长安。可是该派谁去长安呢？他首先想到的是朱俊，便派人前去征召，但朱俊不从，于是他就想到了王允。王允我们之前讲过，他因为得罪了十常侍，只能隐姓埋名地辗转各地，直到汉灵帝刘宏驾崩后才返回洛阳。宦官被杀后，他被拜为太仆，后来顶替杨彪，被拜为司徒。他表面上一味地顺从董卓，换取董卓的信任，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地准备除掉董卓。董卓并没有起疑心，还把他当成心腹，让他带着皇帝和百官以及洛阳的百姓一起前往长安。为了不给讨董联军留下任何东西，在迁都之前，他让士兵大肆抢劫，之后又将洛阳城的宫殿、民宅以及庙宇通通烧毁，然后派出军队强行将洛阳的百姓赶往长安。洛阳距离长安有600-700里，几十万百姓拖家带口的被迁走，饿死者不计其数，一路上死尸遍地，惨不忍睹，致使洛阳方圆200里荒芜凋敝，无复人烟。接着他又指使吕布等人挖掘了皇帝以及宫京大臣们的陵墓，盗取了无数的珍宝。3月5日，汉献帝刘协在众人的保护之下抵达了长安城，长安城的大小事务都由司徒王允掌控。此时据守长安的是京兆尹葛勋和左将军皇甫嵩，董卓担心他们也响应反董联军，于是便把2人召回了洛阳。皇甫嵩到达洛阳后，董卓便将他逮捕入狱，准备处死。幸亏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与董卓的关系要好，他替父求情后，皇甫嵩才被释放。3月18日，由于袁绍和袁术举兵，董卓担心原委给他们做内应，
于是便将袁氏家族的50多人全部诛杀，财产也被董卓霸占。可即使这样，作为讨董联军盟主的袁绍还在观望，依然不肯发兵。一直等到6月份，曹操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他准备独自领兵西进，攻占成皋。之后，即北向报信与陈留太守张邈的部将魏资也带了一些兵马前去支援。那么，曹操此次出征是否能够取胜？董卓能否守得住洛阳城呢？上期我们讲到，董卓让王允带着皇帝和大臣们迁往长安，他自己则留下来防守洛阳。之后，曹操独自领兵西进，孙坚也率军攻打董卓。那么，曹操和孙坚能够打败董卓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讨董联军发生内讧，及孙坚不用温酒斩华雄。讨董联军的10几路兵马在3个地方集合，其中袁绍和韩馥等人驻守在河内郡的治所淮县，即今天的河南省武陟县土城村。曹操和乔瑁等人驻守在酸枣，即今天河南省延津县附近。袁术和孙坚驻守在鲁阳，即今天的河南省鲁山县。可是各路大军到达后，并没有立即发起攻击，而且一直拖到了6月份也不见动静。于是曹操便独自领兵西进，准备去攻打成皋。之后，即北向报信与陈留太守张邈的部将魏资也带了一些兵马前去支援。他们率军来到了汴水，与董卓的大将徐荣展开了激战。可曹操的兵力太少，导致士兵伤亡惨重，他本人也被刘建射中，摔下了马背。幸亏他的堂弟曹洪及时相救，才幸免于难。最终，曹操战败而归。回到酸枣后，他发现其他的各路联军依然在大摆酒宴，歌舞升平，完全没有攻打董卓的意思。他给大家建议说，大军应该一起向西推进，守住孟津关、敖仓以及太谷关等要塞，然后再奋兵进攻武关，从两面夹击董卓，则董卓必败。可是关东诸将毫无兴趣，照样驻守观望。曹操非常无奈，只能独自前往扬州，重新又招募了1000多名新兵，去往了袁绍驻守的河内郡。不久后，酸枣联军征集的粮草消耗完了，便准备各自退兵。然而在退兵之前，他们竟然还发生了内讧，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乔瑁。随后大家一哄而散，轰轰烈烈的讨董战争，最后竟以闹剧收场。酸枣联军失败后，袁绍终于下令让河内郡的联军向孟津关挺进，河内太守王匡率先派人出战。董卓得知后，采用疑兵之计稳住王匡，同时派遣精锐大军偷偷地从小平津关渡过黄河，然后从后方突然发起攻击。王匡的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从此之后，河内联军再也不敢出战了。这时，袁绍又开始发挥他擅长出馊主意的技能了。他觉得汉献帝既然受制于董卓，那他就重新再立一个皇帝，便可以与董卓分庭对抗了。可曹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他告诉袁绍，我们起兵后之所以天下响应，是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，汉献帝并没有过错，你有什么理由废他呢？袁绍见没人支持他，就派人去说服袁术，希望能得到袁术的支持。可袁术早就有了自己称帝的打算，怎么可能支持他，另立他人呢？所以也没有答应。从此之后，袁氏俩兄弟渐行渐远，逐渐产生了积怨。接着，袁绍派人去拜见幽州牧刘虞，希望将他拥立为皇帝，但被刘虞断然拒绝。袁绍没办法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再次派人前去，希望他能担任录尚书事，这样他就可以代替皇帝封官加爵了。结果刘虞还是不同意，袁绍也就只能死心了。说完这两路联军，我们再来看袁术和孙坚的南路军。孙坚我们之前讲过，6年前他就建议张温诛杀董卓，但张温没有听从，现在终于成为了祸害。3年前，由于长沙人欧兴聚众反叛，朝廷便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，前去剿灭。他仅用了1个月就打败了欧兴，之后又与王睿联手平定了零陵和贵阳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王睿看不起他这个粗俗的武将，多次流露出轻蔑之意，让孙坚十分痛恨。此次讨伐董卓，他从长沙出发后，要途经荆州的治所江陵，而王睿恰好就是荆州刺史。
于是他到达江陵后，趁王睿不备，偷偷地混入城中，然后逼迫王睿吞金自杀。王睿死后，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。之后，孙坚继续率军北上，来到了南阳郡。他以讨伐董卓的名义，向南阳太守张咨征召军粮，可是张咨既不给军粮，也不肯与孙坚见面。孙坚本打算继续进兵，可他担心张咨在后方捣乱，于是便对张咨起了杀心。他派遣亲信告诉张咨，说他突发疾病，无法率军前行，希望把自己的兵马交给张咨，替他出征。张咨听后非常高兴，对孙坚的数万兵马更是垂涎欲滴，立即带领着500-600人前往孙坚的营地。之后，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孙坚的病床前问候。没想到孙坚突然从床上跃起，斩杀了张咨。然后他继续率军北上，到达了鲁阳，与袁术合兵一处。袁术任命他为破虏将军，兼领豫州刺史，率军去攻打董卓。他负责给孙坚供应粮草。可孙坚的大军刚准备出发，董卓就派遣胡轸前来迎击，而且胡轸的先遣骑兵已经到达了鲁阳。孙坚见状，让大军不要妄动，有条不紊地原路退回了城中。胡轸见孙坚兵马整齐，纪律严明，不敢贸然攻城，只能撤兵离开。191年2月，孙坚再次率军出发，来到了梁东，即今天河南省伊川县东。在这里迎战他的是之前打败过曹操的徐荣。他将孙坚包围了起来，致使孙坚全军溃败，只带了10几名亲兵突围了出来。之后，他一路收集散兵，退到了阳人，即今天的汝州市西北。董卓得知后，立即任命胡轸为大都护，吕布为骑都，率领5000人马前去迎击。临行前，胡轸给部下的将领们训话说：“我看非得斩杀一名清瘦高官，才能整肃大军的纪律。”吕布等高官听后颇为不满，打算让他败给孙坚，灭他的威风。胡轸的大军到达广城关的时候，天气已晚，便准备在这里扎营休整。而且董卓给他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休整，然后趁夜进兵，天明时分开始攻城。可吕布等人却说孙坚已经开始逃跑了，应该立即追击，要不然就错过良机了。于是胡轸只能连夜进军，可当他们来到阳人城下时，发现孙坚并没有逃跑，而且守备森严，连偷袭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时胡轸的大军饥渴难耐，士气低落，因为已经是夜晚了，漆黑一片，没办法修筑工事，只能将就着卸甲休息了。可士兵们刚刚除去铠甲，放好武器，吕布就派人散布谣言，说孙坚率军来偷营了。士兵们惊慌失措，丢盔弃甲的开始逃跑，一连跑出了10几里，发现根本就没有追兵。可此时天空已经开始放亮，到了预定好的攻城时间了。于是人困马乏的大军只能拾取兵器，开始攻城。可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攻得下城池呢？没多久，胡轸就下令撤军了。他们一撤军，孙坚就立即率众出城追击，致使胡轸全军溃败，而且属下的都督华雄还被孙坚给斩杀了。所以华雄这时候才被孙坚所杀，并不是《三国演义》里所描写的18路诸侯会盟的时候被关羽杀的。此战过后，孙坚名声大噪，威名远扬。有人趁机挑拨袁术说，孙坚一旦攻入洛阳城，恐怕就不受你的控制了，不如现在就除掉他。袁术听后便不再给孙坚供应粮草。孙坚的军中断粮让他万分的焦虑，只能亲自骑马去找袁术理论。袁术自觉理亏，只能马上下令给孙坚调拨军粮，孙坚这才返回了自己的军营。这时董卓也觉得孙坚难缠，于是派遣李傕前来求和，希望能和孙坚结为儿女亲家，并且让孙坚把孙氏子弟全都列出来，任命他们为太守或者刺史等高官，但被孙坚断然拒绝。之后孙坚率军前往大谷关，这里距离洛阳城只有90华里了。董卓决定亲自率军来迎击孙坚。然而双方激战后，他才发现他根本打不过孙坚，于是只能让吕布留下来掩护，让朱俊驻守洛阳，他自己则退到了渑池。可是有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之称的吕奉先也不是孙坚的对手，激战片刻后也引兵退走，去找董卓了。
接着，孙坚便准备攻打洛阳城。驻守洛阳的朱俊本来就和董卓不是一条心，而且孙坚是和朱俊一起剿灭黄巾军的时候被朱俊赏识，才逐步升迁起来的。而且朱俊觉得只靠洛阳这座孤城想守也守不住，何况根本就不想守。于是还没等孙坚攻打，他就主动放弃了洛阳，领军退到了中牟县。然后他给各州郡传信，反过来讨伐董卓，站到了联军这一边。就这样，孙坚顺利地进入了洛阳城。可进城后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曾经辉煌无比的大汉国都，此时已经是破败不堪，残垣断壁，而且数百里内没有烟火，人去楼空，何不凄凉？看着这一切，他不由得潸然泪下。然后他命令将士们清扫出汉室的宗庙，用太牢之礼进行了祭祀。而且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竟然还在洛阳城南的贞观井中打捞出了传国玉玺。袁术得知此事后，立即将孙坚的夫人给拘禁起来，逼迫孙坚交出了玉玺。从此之后，拿到了传国玉玺的袁术便做起了天子的美梦。孙坚则整顿军队，率军前往渑池去追击董卓。董卓不敢与孙坚交战，他让董越驻守渑池，段威驻守华阴，牛辅驻守安邑，共同抵抗孙坚，其他的将领则负责防守袁绍等联军。安排好之后，他就前往长安主持朝政去了。孙坚知道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攻入长安的，于是便引兵回到了鲁阳。就这样，声势浩大的讨董联军只有孙坚一个人在战斗，其他人不但不支援，还在后方搞小动作，比如袁绍。孙坚在出战之前就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了，可袁绍却趁孙坚攻打董卓的时候，竟然将周兴也任命为豫州刺史，还率军攻占了豫州的阳城。孙坚得知后深感悲凉，他告诉属下，我们同举义兵是为了挽救大汉的社稷，可如今逆贼未除，内部却如此的争斗起来。说完不由得仰天长叹。回到长安的董卓会如何处理朝政？他为什么会被吕布给杀害了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诛杀董卓及貂蝉的历史真相。191年4月，董卓来到了长安城外。虽然他在洛阳被孙坚打得狼狈不堪，但回到长安后依然是神采飞扬。文武大臣们早已等候在城外，用盛大的仪式迎接他的到来，包括此时的御史中丞皇甫嵩。董卓为了羞辱皇甫嵩，故意让他跪着迎接，还用言语挖苦了他。之后，他坐着干摩车，神气十足地进入了长安城。从此，长安便不再安宁了。2个月之前，他让汉献帝加封他为太师。太师这个官名最早起源于商朝，到周朝的时候进一步完善，组成了最早的3公，即太师、太傅和太保。秦朝的时候被废止，汉朝又重新开始启用，与3公的地位相当，但不具有实际的职权，大多只是心腹大臣的加衔。后来又称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，都是太子的老师。老师去世后，一般也不再补充，所以很多时候这3个职位不是一直有人担任的。可见董卓作为相国还是不满足，又加封为太师。他就是除了皇帝暂时还不敢当，从古到今最大的官他都想当个遍。之后他将弟弟董民封为左将军，侄子董黄封为中军校尉，其他的宗族子弟也都入朝为官，董氏家族开始权倾朝野。接着他要改革币制，他下令废除了五铢钱，改用重新铸造的小钱。可是这种小钱的制作非常粗糙，百姓们不愿意使用，还在偷偷地使用五铢钱。董卓大怒，立即让司隶校尉去抓捕不听话的百姓，最终导致冤假错案频发，物价飞涨，市场混乱，而他自己则富得流油。他把搜刮来的财宝都送往自己的封地眉县，即今天的宝鸡市眉县，在这里专门建了一座物堡，城高7丈，董卓的亲族和直系军官都居住其中。里面除了存放珍宝和财物外，还有大量的粮草，足够30年之用。他自己曾自豪地说，如果能平定关东，那我就可以雄踞天下，即使最后失败了，我也可以守着眉物，安稳地度过此生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长安城的东边给自己修了一座堡垒，
所有大臣都需要到他的太师府商议朝政。他对大臣们的态度极为傲慢，大臣拜见董卓都需要下车跪拜，而董卓则不需要回礼，下属稍有言语冒犯，就有可能被他当场处死。10月，他指使人诬告张温，说他与袁术勾结，随后张温就在长安城的集市上被活活的鞭打而死。满朝文武都对他敢怒不敢言，可是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何虞和郑泰等人对董卓不满，他们采用荀攸的计谋，说服了董卓亲近的乐骑校尉伍孚，让他去刺杀董卓。然而伍孚刺杀失败后当场遇害，董卓便开始彻查凶手。最终何虞和荀攸被关入大牢，郑泰和华歆等人则逃出长安城，投奔了袁术。从此之后，董卓变得更加暴躁和多疑，连他最为亲近的义子吕布也不例外，经常醉酒后辱骂吕布。有一次竟然将一把戟扔向了吕布，幸亏吕布身手敏捷躲了过去，要不然就当场毙命了。吕布连忙跪下道歉，董卓方才消了怒气。可董卓的气消了，吕布的心却揪起来了。原因是他早就和董卓的一个婢女私通了，他担心此事是不是已经暴露，被董卓给察觉到了，那样的话他就必死无疑了。所以吕布变得惶恐不安。由于司徒王允一直厚待吕布，于是有一次吕布就将董卓差点杀了他的事告诉了王允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王允表面上对董卓极为恭顺，深得董卓的信任，其实暗地里却一直与士孙睿和杨赞等人谋划着刺杀董卓。于是吕布的这次诉苦立即就让王允抓住了机会，他开始试探吕布，并将刺杀董卓的计划全盘托出，希望他能做内应，共同诛杀董卓。吕布有些犹豫，说他和董卓毕竟是父子，不好下手啊。王允却告诉他，他姓董，将军你姓吕，又不是亲生骨肉，何况你现在应该是保命要紧，他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谈什么父子之情呢？于是吕布被王允说动，准备诛杀董卓。而且此时正是刺杀董卓的绝佳时机，董卓的将领们董越和张济驻守在弘农，即今天河南灵宝市东北的黄河沿岸，负责阻挡孙坚。牛辅、李傕、郭汜等人则领兵出征关东，劫掠粮草去了。他的弟弟董民和侄子董黄等人则驻守在眉坞，所以长安城里最为信任的人就只剩下吕布了。192年4月，在王允的策划下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一天，汉献帝大病初愈，召集群臣在未央宫议事，董卓一定会来参加。于是王允让士孙睿提前写好诏书交给吕布，让骑都尉李肃以及秦毅和陈魏等10多名勇士伪装成宫门卫士，手持长戟，在北雁门等候董卓。雁门指的是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，大臣们进殿只能走雁门。董卓收到消息后，便准备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，可刚出发，马匹就突然受惊，将董卓摔到了地上，浑身都是泥土。他只能返回家去更换衣服。这时他的少妻劝阻他说，这不是个好征兆，你最好还是别去了。可董卓觉得长安城里还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，何况还有吕布保护他呢，所以就没有听从。但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在朝服的下面穿上了铠甲。然后他再次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。当他来到北雁门外的时候，李肃等人突然手持长戟冲了出来，刺向董卓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董卓在朝服之内竟然还穿着厚厚的铠甲，根本刺不进去，只是刺伤了他的手臂。董卓大惊，连忙呼叫吕布。这时只见吕布缓缓走到董卓的对面，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诏书，告诉董卓，我可是奉旨讨贼的。说完，吕布便和众人一起当场斩杀了董卓。至此，董卓终于走完了他这罪恶的一生。董卓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，长安城立即就沸腾了起来。士兵们高呼万岁，百姓们载歌载舞，有些人甚至来不及回家取钱，立即当掉身上的珠宝换成酒肉，开始大肆的庆祝。接着黄甫松也率军出发了，他要前往董卓的封地眉县，去攻打驻守在眉坞的董民和董黄。最终董氏全族被诛杀，眉坞里珍藏的2-3万斤金、8-9万金银以及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粮草全部收归了朝廷。
董卓的尸体也被拖到长安城当街示众。由于当时天气炎热，董卓肥胖的尸体竟然开始晒得流油了。守尸吏找来一根灯芯，插入了董卓的肚脐眼，点燃起来后，竟然光明达曙，如是今日。然而，用董卓的身体燃烧的这盏灯，虽然烧灭了董卓，却并没有照亮大汉王朝的黑夜。长安城里狂欢的老百姓更不会想到，董卓的死并不会换来太平，相反，更加混乱的局面才刚刚开始。讲到这里，或许很多人会有疑问，怎么没讲貂蝉呢？貂蝉与西施、王昭君、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。可她与另外3位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她并不是历史真实人物，而是虚构出来的。她最早出现于元代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这是一本讲述民间传说的书。它是这样介绍的：貂蝉姓任，名叫貂蝉，是吕布的原配妻子，因为战乱才与吕布失散，然后才成为司徒王允的义女。后来的元杂剧《夺戟》则介绍她姓任，名叫洪昌，因为进入宫廷后掌管貂蝉关，所以称她为貂蝉。在后来的元杂剧《连环计》给她补充了家庭情况，说她的父亲名叫任昂，家住在滨州九原县的木耳村，即现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南3公里的木之村。到了元末明初，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正式推出了《三国演义》版的貂蝉形象，被大众所熟知。因此，在正史中并没有貂蝉的记载，董卓的死也和他无关。不管怎样，董卓已除，王允和吕布成为了最大的英雄。王允被任命为录尚书事，掌管朝政；吕布被拜为奋威将军，封为温侯，共掌朝政。那么，王允是如何执政，又是如何安抚董卓旧部的？董卓的部将们会俯首称臣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